盒子之外，跳出盒子看世界。上一次我们讲到荣格八维中的4种感知功能，接下来我们进入4种判断功能。如果说感知功能认识的是事物本身，判断功能认识的则是事物在自己脑中的投影。当主体在使用感知功能时，认识的尺度是这是什么，而在使用判断功能时，认识的尺度是这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取决于脑中的投影和自己的既有判断标准是否相符。下面开始逐一讨论这几种功能。首先介绍的判断功能是外倾思考 TE。TE 是一种判断功能，以功利与目的为导向，以效益和效率为原则。TE 功能以客观的标准作为判断和思考的准则，一切行动围绕着这些客观准则展开。TE 功能善于计划、判定优先级、确定参照标准，并且监督执行、评估调整。TE 认为世界是可以计算的。机械论、泰勒的科学管理和计划经济都是典型的 TE 功能的产物。TE 功能的思维过程是规划、执行、调节再规划再执行的一个螺旋结构。接下来介绍内倾思考 TI。TI 是一种判断功能。内倾思维 TI 这种功能的对象是事物，但是服务的却是内在的精神世界。这种功能本身感兴趣的并不是外部的现象，而是它们所代表的思想观念。TI 的背后是一种哲学上还原论的思想，认为世界上的万物都有化繁为简的可能，万事万物背后都有普遍必然的联系。这种功能擅长于反复分析概念，深度挖掘，洞察事物的根本属性，抛却世俗现有框架，直到得到自己精炼出的满足内在精神体系的普世模型。TI 功能更重视主体的理论架构推理，而非外界实际情况，不满足于世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经验，倾向于从逻辑上判断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思想准则，认为事物的规律都必须符合自己的鲜艳逻辑。因为自身模型是化繁为简的产物， TI 常常使得主体抽离于当前环境来做出判断，因此有理想主义的倾向。 TI 的主要思想过程是理解、划界、填充体系。接下来介绍外倾情感功能 FE。FE 也是判断功能，判断的标准是公共领域的道德尺度。FE 促进主体与他人达成情感上的共识，促使主体调节自身情感以适应某个外部需要。FE 催生依附与归属关系，将注意力作用于他人之上，以满足他人为手段实现主体价值。FE 长于切身体会他人之感受，尽量让他人满意，环境和谐，团队融洽。关怀、照顾、团队和谐、家国情怀、人类大同都是 FE 功能的结果。FE 是一种指向他人的判断功能，因为较容易被接受和认可，可能会被用于感化甚至控制他人。最后一种介绍的判断功能是内倾情感 FI， 这也是荣格心理类型的最后一种功能。FI 的判断维度是内在情感价值尺度。FI 是一种内在的体验，对于外部的任何事物都有情感的度量，遵从刺激反应模式。这种模式激烈迅猛，力量汹涌，一旦爆发，主体也很难控制，因此常常被压抑，在不同的刺激下展示出伪装。这也使得环境常常意识不到主体的 FI 在发生作用。FI 的朴素体现是情绪和情感好恶，后天训练的 FI 会以升华的形式体现。自我意识、人生态度、价值观、生命思考等都是 FI 的产物。好了，以上就是4种判断功能，其中 TE 和 FE 的判断标准是客观的， TI 和 FI 的判断标准是主观的。但无论标准是什么，判断功能都有拿事物与标准比较的这一动作。总结一下，如果说感知功能决定你能看到什么，那么判断功能决定你能接受什么。判断功能的工作对象是事物在脑中的投影，当这个投影和自己的既有判断机制相符之时，判断功能才能达到满足的状态，否则则会过滤甚至是完全拒绝这样的投影。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带着独特的认知工具，不仅看到的世界不同，就算相同也会有不同的解读，就像2层滤纸遮挡在每个人的眼前，让我们都像盲人摸象一般认知着世界。黑泽明导演的经典电影《罗生门》想传递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面对同一件事，山贼、妻子、丈夫的不同反应，正是他们的不同判断功能在起着不同的过滤作用。
私は世にも恐ろしい地獄を見た。盗賊、美女、死霊、そしてソマウリ、4つの口が物語る4つの地獄の声を聞かされた。まさにこれは心のジャングルの藪の中の物語。ギラギラと光る重翼の目が。中落街にその名を知られたこの多条丸が帰って両手をついて頼むから俺の妻になると言ってくれ。俺の妻になると言ってくれ。私は今闇の中にいる。一筋の光もない闇の中で苦しみもだえている。この苦念の闇に私を突き落とした者に呪いあれ。私は聞きたくない。これ以上恐ろしい話はもうたくさんだ。本当のことは言えねえのは人間さ。嘘だ。みんな嘘だ。多条丸の話も女の話も。每个主体都是同时使用判断功能和感知功能的，这些功能的强弱排序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人格特征，被发展成为更加通俗易懂的 MBTI 人格类型。我们下一期就来探讨这种联系。今天我们先说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